上一集我们谈到为什么每个台湾人认为的台湾菜可能都不一样，以及泰国成功的美食外交。这集我们要谈谈台湾食物的潜力。我提供3种方式来找到自己的食物特色，透过泰国的例子来学习台湾为什么应该继续推行美食外交，为什么不应该推行传统的美食外交。可以让我们找到自己认识自己特色的方式。我认为台湾很幸运，因为物产丰饶，在此我认为至少有3个面向来找寻自己料理的特色。1. 产地与香味。在提到 Pad Thai 时，我们说到泰国用当地的柠檬叶、花生这些食材来增加香味。我认为将产地跟食物连结的最好的就是日本了。如果你买过日本的零食，你一定常常看到包装盒上会写哪里出产的食材。其实我认为并不是每一个食材消费者都可以尝到产地的差异，但是我认为台湾的优势是一种植物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种植。例如连台湾人都喜欢吃的60洞山出产的金针花，其实在彰化也有产。我就品尝得出这2个地方金针花的差异。彰化的金针花在尾韵有甜味，但是大家想到金针花就想到花莲，因为花莲60洞山很有名。最近在台湾有一种原住民熟悉的香料叫马告，马告是原住民语的胡椒，据说有一种柠檬的香气。在我的记忆之中，台湾的家常菜有一种特别的香气，葱、姜、蒜常被用来爆香。2. 过程。人们以前是如何料理这些食材，也可以决定这是不是台湾菜的因素。例如在这个访谈里说到蒸、油炸以及处理海鲜上，泰国的大厨说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厉害，在处理海鲜上，泰国常常把海鲜煮得太熟了，这是因为当时人们害怕海鲜有寄生虫，所以总是把海鲜煮很久。让我想到我在学习煮海鲜时，常常被提醒海鲜不应该要煮太久，这点就跟泰国相反。当我们要研究过去的食物时，一定要看看过去的食谱。1932年的一家台湾餐厅的食谱就可以将虾子这个食材做出80种不同的菜。每到端午节，台湾人便会开始讨论自己比较喜欢像油饭的北部粽，还是把生米包进粽叶里蒸熟的南部粽。在过程上，我认为除了指烹调的过程，也可以指一种吃饭的体验。在泰国的一家米其林餐厅，它的一大卖点就是过程。用餐时会放摇滚乐，也会要求客人以不寻常的方式用餐。台湾也有一种特殊的用餐体验，就是逛夜市，这也是一种过程，而且在台湾边走边吃是没问题的，在日本据我所知是不行的。在耶鲁大学的文章中提到，台湾的夜市在外国人眼中已经相当欢迎，因此我认为台湾已经跳脱了框架，并且发展出特色。如果你看过2024年的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，你可以发现观众的椅子都是红色塑胶椅，这是办桌文化的展现。现在台湾的婚宴大多办在餐厅或者饭店，但是以前的婚礼宴客常见在马路上搭起临时的桌子以及椅子，红色又好移动的塑胶椅是办桌文化的好选择。3. 品牌。以台湾的品牌鼎泰丰为例子吧。鼎泰丰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2010年开始推动美食外交之前，在国外就已经很成功。鼎泰丰的招牌小笼包其实起源于上海，但是鼎泰丰是台湾品牌。如今大家想到吃小笼包，应该就有非常多人会直接想到鼎泰丰。
这就是这个品牌成功的地方。2024年，鼎泰丰在全世界的分店就有140多间。大家去鼎泰丰就会看到他们透明的厨房，可以看到厨师们正在制作小笼包，也能想到他们标准化的制作流程。据说鼎泰丰的员工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，擀面的就会一直擀面，包小笼包的就会一直包小笼包，而且他们拥有不错的待遇，这些都是印象的创造。美食外交，台湾，即便美食外交的一部分是要跟中国做出区隔，但是在政治上还是难免有纠纷。台湾的美食外交跟泰国相比，遇到的政治问题比较多。有2个台湾品牌在美国蛮有名的，一个是因小笼包闻名的鼎泰丰，另一个则是咖啡店85度 C。85度 C 因为中国因素而被逼政治表态，他们选择了一个中国，这让很多台湾的网民愤怒。其实在过去，很多的连锁饮料店都因为政治表态而让台湾网民发起拒买活动。即便如此，饮料店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台湾的美食外交其实已经相当成功。在 Anna Lipscomb 的文章提到，台湾面临的问题是身份认同以及外交孤立。结语，我个人认为台湾已经突破了一道菜当国菜的美食外交框架，美食的体验、夜市、珍奶文化、办公室订饮料、快速的服务以及实惠的价格，也能传递更多文化底蕴。在 Anna Lipscomb 的短文提到，虽然台湾遭遇政治孤立，但是台湾的美食外交很重要。靠着美食外交可以绕过政治外交上的孤立，并且持续传播台湾的价值跟文化，同时让大家认识到中国与台湾的不同。在2024年巴黎文化奥运，可以看到台湾非常努力在推广文化。在网站上你可以看到视觉有很多台湾元素，蓝白拖、半桌、珍珠奶茶。泰国前总理 Phipun 在一次演讲中告诉他的部长们，我们必须像其他国家一样有文化，否则泰国将变得无助，很快就会被殖民。但是如果我们有高度的教养，我们将能够维护我们的诚信、独立性，并把一切都留给自己。的确，泰国的美食外交被认为做得比韩国以及台湾还要成功。但欧洲议会杂志说了一句我认为值得思考的话，美食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过去的怀念，以及在建立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。然而，民族美食也可能是一种分裂的力量，因为美食外交活动可能只宣传一种正宗美食的形象。在 Phipun 推行 Pad Thai 的时候，同时他也禁止中国的摊贩在街头，禁止在学校用汉语。或许族群多元的台湾从来就不适合单一种料理来代表整个台湾。台湾的物质丰饶，在前面提到3种找到自己特色的方法，台湾拥有非常多的选择。在2024年的国宴，酱汁的种类就非常丰富，原住民阿美族的盐巴辣椒水，台中人引以为傲的东泉辣椒酱，客家金桔酱，中国豆腐乳，东南亚的沙爹。身为台湾人，你喜欢现在台湾文化美食外交的成果吗？身为外国人，你觉得这几年台湾是否有什么食物、价值、文化让你印象深刻？请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。这集感谢大台湾 VIP John 跟 Thomas 的每月支持。如果你希望我继续创作，请到 Buy Me a Coffee 加入会员，你可以看到逐字稿以及只有 VIP 可以看到的内容。